川普打完了伊朗，又这一次盯上了古巴。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他对古巴说的接下来要友善接管，这当中暗示的是什么意思呢？美国现在在拉美后院要炸了。我们赶快来看到是美国总统川普在对伊朗发动攻击的同一天，他又下定放话了。我们看到他说什么？下一个对象难道是古巴要做攻击吗？2月27号这一天，川普下令攻击伊朗的时候，也对外表示了。国务卿卢比欧正在跟古巴的领导人进行非常高层级的一个讨论。古巴政府现在他说呢，没有钱，几乎什么都没有，但他们正在跟我们谈话，也许我们会有效友善的接管古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委员怎么看？宁可相信世上有鬼，不要相信川普那一张嘴。你看看他跟伊朗讲说，我们这次谈判有进展，我们哪一天再谈判。中间就开打了。上次马杜罗不是也这样吗？电话刚通完，哎呀，这个大家好好谈一谈了，电话挂掉没2天，马杜罗被抓起来了。而且马杜罗如果不投降被抓的话，还马上隔壁他。这是川普自己下的命令啊。所以川普今天跟古巴讲说，我们要友善接管。他真的很友善吗？古巴人自己至少会想清楚一点哦。但是古巴当然会比伊朗更加的孤立啊，因为不管是中国也好，俄罗斯也好，远水救不了近火。而且古巴自从卡斯楚不在了以后，古巴的已经没有有魅力的领导人，内部问题也是一大堆。那现在古巴又被封锁，然后又没有石油，因为它唯一的石油来源，要么就来自墨西哥啊，要么就来自委内瑞拉，全部被切断了。所以对古巴来讲，现在老百姓是进入一个很艰难的一个处境，他们必须要选择放弃他们现在的政权，还是要选择接受一个亲美的政权。那对川普来讲，他是要的是一个亲美政权，他并不是美国自己要去管他，而建立一个亲美政权最好的对象是谁？就是卢比欧。卢比欧他是古巴反对派的人，逃到佛罗里达州的第2代、第3代啊，这些人在佛罗里达就一直想要恢复故土，复兴古巴，这种口号都一直要反攻古巴，一直有在这个一个理念上。那这是古巴的内部问题哈，他自己不能解决，别人不能没办法帮他解决。那现在川普对他全面上的限制，不排除如果有发生传染病，都会很容易产生大饥荒。所以放心。川普不会友善接管，他一定步步紧逼，鲸吞蚕食，所以古巴要先想清楚。好，那如果说美国要鲸吞蚕食，接下来美国会用什么样子的一个方式呢？会不会透过 CIA 来渗透进古巴呢？我们持续的看到川普他还说什么？他说呢，这个古巴委婉的说是一个失败的国家，他们想要我们的帮助。但是话是这么说，我们看到前2天这个美国跟古巴之间又是充满火药味的。来看到这一件事情，就是发生在2月25号这一天，古巴的海岸警卫队在外海跟一艘佛州注册的快艇交火。古巴的官员说呢，当时船上载有流亡美国的古巴人，他们想要潜入登陆古巴，还带着非常多的武器，包括1.3万发的子弹、13支的步枪、11把手枪，双方就这样子对峙，结果造成了4死6伤。大家在看说，这个会不会是1961年当时的朱罗湾事件的翻版？这群人是自发，还是 CIA 故意在这边策划，想要让古巴发起颜色革命？那舰长又怎么看？之前这个朱罗湾事件的话，其实当时美国所培养的这些人其实是成千上万的那他竟然还可以组成一个旅啊。那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应该不是朱罗湾事件的翻版，比较像是颜色革命。那这个颜色革命呢，它必须要有内部的动力。那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古巴哈瓦那本身它连垃圾都没办法收了。那也就是说，因为这个国家像刚刚我们的郑源老师说的这么穷，然后再加上呢，它的批所不断的贬值，那它也没有可以支持这个国家的任何的能力
但是呢，他们现在就是一股气。那哪一股气呢？也就是他们的总统迪亚士卡内尔他讲的，说要保卫祖国，流血。留至最后一滴血，可是讲这个一点用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对于一般平民老百姓来讲，那他要怎么样去跟你流血嘞？你是有权利的，我又没有权利。那所以我们这样子讲啊，说现在他的原来他的这个支持的这一个无论是墨西哥或者是这些南美的国家，通通都已经在这个川普的压力或者是眼神之下，大家都好自爱了啊。那所以我们讲说，未来可能用什么样的手段？最可能的就是颜色革命，让他内部的人推翻现在的政府，然后选出亲美的政府。好，所以现在看起来，下一个目标可能是古巴之外，那南美洲国家现在大家也在看说，还有哪一个国家可能也是下一个川普要持续接管的国家？等一下，请杨老师来持续带我们看。那我们先来看几个现在被列出来，可能川普有兴趣接管的国家。先看到第一个，墨西哥。川普已经多次的指控墨西哥是毒品的生产转运中心，他也警告我们迟早要对墨西哥开始做点什么吧。第二个就是我们谈了很久的巴拿马，川普也说了，这个美国已经重新拿回这边运河的控制权。最后一个是哥伦比亚，因为川普他先前就痛批这个总统啊。当地的总统说呢，哥伦比亚病得很重，由一个病态的人统治，他喜欢制造可卡因，并卖给美国，他不能一直这样下去。这几个国家哪一个会是川普接下来的目标？那杨老师又怎么看？川普接下来的目标应该是他自己啊，要救他自己的政治的这个生命啊，尤其是在年底的启动选举。基本上。从关税到银魔案到 ICE， 对川普跟对 MAGA 而言，其实他现在的不支持率已经高达到60%以上。这一次对伊朗的动手，我觉得目前的情绪是复杂的，因为伊朗在美国的政治的就是论述当中啊，其实一直都是美国的最主要挑战者，而且是邪恶国家，而且要发展核子武器，支持恐怖主义。可是呢？当你在伊朗的问题越加的深入，尤其是在攻打了伊朗，然后造成哈梅尼的死亡之后，媒体越来越多的讯息会出来，所以会绝对的完全是支持伊朗川普这一边，然后使川普重新得到更高的支持度，这也不一定。那同时也取决于接下来后续的战争的发展。他是不是在接下来这个时间能够去针对别的国家，墨西哥、巴拿马、哥伦比亚？就我觉得他现在接下来能够把委内瑞拉给处理好，应该就不容易了吧？那还有古巴，但这两个国家跟之前跟这个就是伊朗不一样，伊朗是个筛子，它已经完全的渗透，自己内部的两个对立也非常的严重，世俗派跟神权政府。那委内瑞拉也某种程度也是如此，可是马杜罗既然已经被绑架走了，那委内瑞拉现在面临到的是，到底要面对川普要这个跪得多深？目前基本上已经头低下来，可是没有跪下去。所以川普会不会要委内瑞拉真的跪下来？但不会真的这个发动军事的这个，就是说占领啊，或者是地面上的攻击，会不会一波新的绑架行动啊？针对古巴，如果川普能够选择，他一定会想选择古巴，因为就再一次的解决掉几十年来美国最大的就是区域内的挑战者，那就是最不听话的古巴。如果他能够解决掉古巴，让古巴形成一个亲美政府的话，那这个大概是几十年来，美国也就200年历史嘛，几十年来的这个最伟大的外交成就的总统，他已经解决掉伊朗，进入了古巴，但是古巴那么容易的啃下去吗？